男人正在往美女身上倒油，而旁边拿着枪的乞丐露出了邪恶的笑脸。接着女人又被一群壮汉疯狂地往洞口塞，可是洞口并不大，上半身被死死卡住，身材太好也有短处，上不去又下不来，女人满脸生不如死。就在几小时前，小美独自来酒吧买醉，酒吧内一个流浪汉闻了闻小美的头发，接着伸出了咸猪手，把小美吓了一跳。很明显这人有点精神问题。一个人离开酒吧，突然一声枪响，门外男人瞬间倒地，外面的人都四散而逃，酒吧里的人个个惊慌失措，围在门口不敢出去。男一男看不下去了，冲出店外救人，可刚接触到男人的身体也被一枪爆头，大家瞬间恐惧加倍，四处躲藏。店员打电话报警，可手机却没了信号。老板娘打开电视看新闻有没有报道，但翻遍所有频道没有一点信息。就当大家讨论的时候，老妇人发现那2具尸体不见了。更加奇怪的是，地上没有一点血迹。店员认为众人之中存在恐怖分子。此时大胡子有点紧张了，趁大家不注意，把自己的包往里踢了踢，正好被西装男看见，几人冲上去将他制服。打开包里面就一件绿色衣服和一块硬盘。大胡子解释说，里面是自己的工作视频。众人不相信，怀疑是炸弹。小美夺过硬盘摔在地上，狠狠地把硬盘给踩了稀碎，帮大胡子洗脱了嫌疑。大胡子觉得很委屈，指向了一个公文包，说里面可能藏着炸弹，而这正是西装男的。他拒绝打开。白胡子看情况失控，拿出手枪控制局面。这时乞丐趁大家不注意抢走箱子，打开一看，大家吓得卧倒在地，里面全是女人内衣，怪不得他不愿意打开，又是虚惊一场。这时一辆武装卡车驶来，大家还以为是救援的，可他们只是不断地往地上放轮胎，随后便用喷火枪点燃，瞬间黑烟四起，根本不在意他们。大家害怕被枪杀，不敢出去，只能看着他们离开。此时一个大叔从厕所走了出来，样子特别恐怖，走2步便倒在了大家的面前。大家赶紧围了上去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翻阅他的手机照片，众人推敲出了真相，原来大叔是一名感染了致命病毒的军人。政府为了不让病毒扩散而封锁了此地，手机信号也被屏蔽。因众人与大叔共处一室而被政府认定为感染者，这才把众人困在酒吧之中。大家一听有点道理，随后酒吧中的人便乱作一团。刚刚触碰过大叔的人都有可能被感染，但没接触过的人抱成了一团。他们组成一伙，掏出手枪，把触碰过大叔的人逼到了地下室。到地下室的一群人以为就要死在这里，可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下水道。乞丐想从这里逃走，他脱下衣服，把油涂满整个身体，不过却被卡在了洞口。众人用力地按他，可就是下不去。就在这时，地下室的上方突然传来枪响，上面还放起了火。众人惊慌失措，老板娘想要出去，可结果双手却被烫伤，滚落了下来。小美帮她包扎了伤口。片刻后，枪声停止。等到地下室的人上去查看时，上面的人都不见了。此时酒吧只剩下小美、老板娘、店员、大胡子和乞丐5人。大胡子偷偷捡起一把手枪藏了起来。此时小美发现大叔的手机响了，通过手机短信得知了血清的存在，一种可以抗击病毒的疫苗。为了活命，大家开始四处寻找疫苗，结果乞丐抢先一步找到了疫苗，只不过疫苗只有4支，乞丐立即就给自己先注射1支。大胡子看不惯乞丐的行为，上前和乞丐打了起来，可最后败下阵来，枪也落入了乞丐手中。老板娘捡到疫苗，可是这双包裹的手直接把疫苗给掉入了下水道里。为了活命，乞丐逼迫4人找回疫苗，于是身材曼妙的小美成为了最好人选。小美别无选择，于是她只能被迫全身涂满了油，充当润滑剂，最后成功的被推进了下水道，拿到了疫苗。大家让她把疫苗递上来，可小美却拒绝了。为了避免争抢，她把疫苗给藏了起来，而另外4人想要逃出去，必须要经过下水道。于是几个人开始砸下水道入口，4人也成功的钻进了下水道内。大胡子趁机偷袭乞丐，将乞丐按在水中，突然水面变得安静，随后便是2声枪响。大胡子带着枪爬了上来，3支疫苗却还剩4人，毕竟谁都想活着。大胡子拿着枪威胁小美交出疫苗，小美害怕的让他把枪丢掉，说疫苗自己已经藏了起来。大胡子用店员的性命要挟他，于是小美则带着他们去找疫苗。由于下水道里过于黑暗，老板娘把店员推进了水里，还死死地按住了他的头部。大胡子开了枪，看到后才救下了店员。他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老板娘，竟然面对众人的质问，老板娘没解释太多，她让大胡子开枪杀了自己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大胡子下不去手，他拿过枪，含着悔恨的泪水自杀了。
三人因为有限的疫苗完全没有阻止老板娘自杀的想法，最后三人都拿到了疫苗，顺着下水道逃走，看到了老板娘的尸体。而此时乞丐突然出现，他杀掉了店员，小美和大胡子迅速逃跑，乞丐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他们找到了出口，于是努力地往上爬，乞丐也追了上去。小美脚下一滑，疫苗掉了下去，或许是看不到生的希望，大胡子将自己的疫苗交给了小美，并转身与乞丐打斗，最终同归于尽。小美则注射了疫苗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顶开了井盖，成功逃出这个令人绝望的酒吧，带着大胡子的希望坚强地走了下去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这部电影《酒吧》在设计悬念上非常出彩，导演想表达的东西挺多，病毒、恐怖袭击、政府掩盖坏事的另一面等等，但这些都是点到为止，没有深入表现。电影在人性上刻画了很多细节，把人的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而这恰恰是人最真实的样子。总体上还是很值得观看的一部电影。